启禀陛下，日本幕府与琉球王子正在大殿外等待觐见。哦，还不快宣！宣日本幕府与琉球王子等人觐见。日本国使者，琉球国王子和王子妃前来觐见明朝皇帝。免礼。谢陛下。这次我国派我们来觐见明朝皇帝，带了些许礼物，有金千两、马10匹、扇100本、屏风2双、剑10腰、刀10柄、砚举1盒。希望借此机会能和大明朝再建朝贡关系，成为友邦之交。好，朕也正有此意。不过，之前大明朝跟琉球鲜少有来往，不知王子和王子妃这次所谓何来？启禀陛下，此次前来是带着想与大明朝修好的心愿，建立友邦之情。我们不仅带来琉球国的礼物，还献上小小心意，望皇上能够感受到我们琉球国的诚意。哦，是何礼物啊？天启大明，万邦熙披光弼，海无惊浪，中国资战太平，凡那个衰兵之后是什么来着？哦，率兵之后是三边啊，不三边久安，三边那个久安。回禀陛下，王子一路上准备许久，谁料一见到大明皇帝就慌了神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啊，不是那个，父王非常希望和大明朝能够建立朝贡关系，所以特派我们前来，请明朝皇帝赐下勘和。而王子有久慕大明王朝的文化和风土人情，所以才特意备下国书，望陛下见谅。我们有一不情之请，希望能让我们多待几日，好让我们王子多学习大明王朝的风土人情和文化。王子妃多虑了，王子能将国书背成如此，朕已甚是欣慰，更是感受到琉球对大明朝的尊敬和友好。至于多住些时日，只要王子喜欢，住多久都可以。启禀陛下，微臣以为，琉球王子敢于尝试，如此的胆量和见识，已令臣下佩服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朕自然要好好设宴款待。来人呐！奴才在，准备国宴。遵旨。遵旨，谢陛下。再三嘱咐过你，不要出风头。夏训为了江山设计的良苦用心，差点被你给破坏了。哎，今日若不是我，那皇帝小儿怎么会那么容易相信我们的身份？你还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啊！你如此锋芒毕露，要是我们暴露了身份怎么办？我误打误撞，反而让皇帝放下戒备，对我们而言，反而是一件好事。幸好提前准备了说辞，要不然今天这关可真没这么容易就过去。对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好，既然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的混入皇宫，还是按照夏兄的吩咐，好好准备下面的安排。庄爱卿，今日两国觐见，朕甚感欣慰，希望今后的友邦之行能延绵不断，永创千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请。奏乐。
这身材，这模样，还真标致。王子，王子，没事吧？啊，回禀陛下，没事，只不过是酒洒了，再倒一杯就好了。好，那就好。又怎么了？回禀陛下，刚才不知道怎么飞来了一只飞虫。陈妃的夫君向来不喜杀生，所以只能让陈妃代劳。说不定，有时候还真需要几只小飞虫来消磨时光呢。来人呐，再给2位使节倒酒。一起喝酒，来。你给我适可而止，不要忘了计划。女孩子家怎么会明白我的计划？嗯？哎，王子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陛下，陈妃只是在告诉我的夫君，谁才是他的王子妃。什么？成何体统？从古至今，哪有身为人妇敢如此对待自己夫君？更何况这还在陛下御宴之上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陛下，陈妃绝无半点冒犯您的意思，请陛下见谅。只不过在我们琉球国，夫君若是没有训好，会让人笑话的。陛下您贵为天子，必定能够理解这国与国之间不同的习俗，更不会为了陈妃的家事而怪罪陈妃的，对吗？啊，是啊，这是王子的家事，罢了罢了。哎呀，这众爱卿继续饮酒。我跟你说，在陛下面前，在这么多人面前，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。你只要好好配合，国家安定，社稷为重，听到了吗？计划。点头。这才对嘛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不好好调教你，不好好教训你，我就不是琉球国王子。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看什么看？出来！啊！王子，回陛下，本王今日不好好调教自己的爱妃，我怕爱妃将来会有损本国的形象。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听见没有？向陛下赔不是！跪下！民生社稷啊！哎呀，你说这，磕头，磕头。王子不必了。叫你磕头没听见吗？磕不磕？不可回国就把你废了！哎，别打，别打！哎，别打！疼！好痛！别打！王子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回陛下，王子妃高兴就好，本王就喜欢王妃这样。琉球国的侍卫呢？快把你家主子拉开！是。王子妃，别闹了！王子，给我拉开！夫妻之间的情趣，朕理解。不过这样看来，是该让王子妃在这多待些时日，顺便带她四处转一转，好好学习我们大明女子的温婉和贤淑。罢了，退下吧。你们好生休息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打我！二位慢走。
奏乐，奏乐。众爱卿继续。来，请，来，咱们两个走。你看，苏大人，来饮此杯。来，我再给你们。来，大少。这群文绉绉的虚假宗派，真让人心烦。嘘。诸位大人，正值朝廷大军在北方战场节节取胜之际，我们共同举杯。哎呦，谁呀？是老子我。你吃饱了撑的你。黄御史是朝廷大员，今晚主持诗酒盛会，在座的不是公卿大臣，便是新科的进士。曹国公，你不嫌自己太过失礼了吗？呸！我乃一品大员，爵封国公。本国公比你晚来，你大模大样坐在那儿，不见你这五品官起身相迎。本官就坐已经这么久了，不见你这五品官前来问候，礼仪何在？你这又成何体统呢？啊！九江，你别闹了。当初你和黄子成利用我，排挤徐家，我也就心甘情愿了。可后来，你们为了弃卒保帅，拿我当挡箭牌不说，还让我背黑锅，这件事儿该怎么算？下官方孝孺，下官黄真，拜见曹国公。起来吧。今日官民同乐，自回座位赏诗品乐去吧，莫扰了本国公与诸位同僚好友谈笑的兴致。方某偶感不适，今夜的诗酒会我参加不得了。诸位同僚，我方某告辞了。方大人，是，对，真是。哎，方大人，方大人别走，方大人。哎呀，你等我，方大人。大人，你说夏洵真的会出现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小心不可能不出现。我们按原计划行事。是。两位贵士，今晚的诗酒盛会，以诗佐酒，以酒助诗。微臣斗胆有请两位贵士，各吟诗一首，也让我们感受一下贵国的文化，如何呀？日本使节不是自诩大国吗？怎么连首诗都做不了啊？王子背诵国书的事情，大伙可都是历历在目。在下这样谦虚，不过是想给王子留些颜面罢了。
本王子多谢日本使节替我担忧了。既然如此，还请日本使节献上一首诗来，让本王子和大家都好好学习学习。我怎么忘了，这2个人可都不是什么好惹的。那，在下就献丑了。生子当似玉，娶妻要如花。丈夫天下治，40未成家。好诗，好诗。那是自然。王子，请吧。哎呀，这等浅显的好诗，本王子当然是不会了。不过本王子的侍从随便作首诗，估计也会比你那40未成家要好得多。昆山有志妻梧桐，攀附枯枝落弦声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自命不凡斗同根。离地半尺，以为雄。是燕王。先皇子嗣众多，唯有燕王文武双全，德才兼备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为人极善。确实如此，唯有燕王才是天命所归。呀，燕王密牒！这是。方太，快！快，赶紧带2位使节离开！哎呀！走，这边。我们走。不好，小轩已经动手了。大人，属下已经派人去搜查，散布新建的人。每一艘画舫，一个人都不要放过。是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去了。你们去那边，其他人跟我来。是。多谢。哎，今晚的事儿你可别说出去啊。明白。你看，若不是我及时拉住你，你说不定就被暴露了。多谢郡主，我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这次前来诗歌会，所谓何事啊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有些事情知道太多，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。好，我可以不管你之前想要做什么，可是呢，你如今已经被我抓到了，你就别想那么容易逃脱。郡主啊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我想你帮我。你想我帮你什么？我想你帮我解除婚约。这可不行，婚姻大事岂能儿戏？不能不行，你若是今日不答应我，你也休怪我不帮你。威胁我是吧？
我答应你，3日之后，我自会去找你。你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没那个功夫骗你。我先走了。我来看看啊，这散布信件者，一律当作燕王乱党处死啊！送烟墨，属下立即去查每一家印刷坊的烟墨。你去查一下，把半年内金陵城内所有新开的、新换了主人的印刷坊、书斋，甚至文房四宝店，统统给我罗列出来，再与他们的出版印刷之物校对淹没痕迹，用时间锁定盘查的范围，用油墨锁定可疑的人。属下不解，为何是半年之内的商铺？像这种松烟墨，至少埋在地下2年才能使用。他们开店打掩护，只能从别处购买。这种店开张绝对不会超过半年。我这里肯定是不安全了。如今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各自分散，然后到时候根据暗号汇合。让开！都给我围好了，走。你们谁是老板？我是。那些人都给我出去！这位姑娘，真是抱歉，我这里恐怕暂时做不了生意了，要不你改日再来吧。不是，走吧，走。抓起来！带走，走！老实点。别冲动。哎呦！进，进。你们别这样，张俊定是知道锦衣卫的手段，担心会暴露大家的身份，所以才牺牲小我保全大家。你们说，若换做你们，会不会如此呢？定当如此，不负大人。这段时间，锦衣卫的搜查只会越来越频繁，当务之急，大家应该先保护好自己，断不能发生昨日之事。依我看，这段时间大家先各自散去，都给我好生的藏好了，到时再听我指令。是。你信不信我？你是想说，目前这件事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？
这么看来，你也有所怀疑。我总觉得，说不定已经有人暗中盯上我们了。书画店和画坊的秘密联络点都被锦衣卫破获，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切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。你一定要小心，不可以掉以轻心啊！以我之前所料无差，现如今金陵城中暗潮涌动，真正能够接纳我们、收留我们的人并不多，我们的处境也更加危险，所以我最好和你们分头行动。你好好的和彭姑娘在一起，她有使节的名号保护着大家，这样我才不会有后顾之忧，知道吗？那你去哪儿？收留保护你的人，你想说的不会是……听话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的照顾自己。你就别担心我了，倒是你自己一定要万事小心。谢姑奶奶，谢姑奶奶，听说你又开了家古玩店呢，发财了！去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就告诉彭姐姐了。哎，不，我说谢姑奶奶，你可别忘了啊，是你叫我过来帮你想办法怎么应对这些锦衣卫的，如今你又叫我闪一边去。我喊你过来呢，本来是想趁夏巡不在，正好给你个机会展示一下你的聪明才智而已。对呀，谢姑奶奶，我这么掐指一算，夏老弟去徐府不少时日了，你心里就没有一点点吃醋吗？你不担心我这聪明机智又风流倜傥的夏老弟被郡主给拐走了？他才不会像你一样呢，我相信他。哎，脸红了！哎，好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，说正事。是不是我帮了你，你也应该帮我，让子琪实现嫁我的约定啊？那你先告诉我，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里避免锦衣卫的盘查呢？之前不管是画坊还是书画店，我都花了不少的心血。被破获之后，我损失可真是不小呢。这要是日子一长，我怕这生意做不下去了。姑奶奶，你是不是跟夏巡在一起久了，反而变得没那么聪明了？古语云：“擒贼先擒王。”若是你这地方平常出入的都是些达官贵人，还有谁敢隔三差五的上这来搜查呢？一定是我乱了阵脚，怎么会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一劳永逸的好办法呢？我帮你想了办法，你是不是也让我尝尝甜头啊？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啊？我想开青楼，我看你是色胆包天了吧？啊，外面步步紧逼，你还有闲情在这青楼？我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一下你，你就原形毕露了。痛，真的好痛！我的耳朵又不是金刚不坏的，你这样听下去非坏了不可。好啊，那我换鼻子。鼻子不行，鼻子更疼。我看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